第60章第2块亵渎石板。没问题。克莱恩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低沉不变。他将左肘置于高贝以扶手上，手指不太用力地撑住略微偏过来的额头，摆出一副平静倾听的样子。阿尔杰斟酌了下语言道：安提戈努斯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他们的历史甚至能追溯到第4纪之前的灾变纪元。与第2块亵渎石板有关。第2块亵渎石板，亵渎石板还能有第2块？它究竟有几块？克莱恩眸子微缩，险些改变了姿势。按照倒吊人和正义之前的说法，亵渎石板上可是记载了22条神之途径的，这么重要的物品竟然有2块，甚至更多。22条神之途径，序列途径，这2个名词之间是否可以划等号？每一条完整的序列途径就是通向神之宝座的道路。刹那之间，克莱恩因第2块亵渎石板这个描述冒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想法。他相信，如果不是有浓郁的灰白雾气遮掩，自身的情绪反应多半已经被观众小姐发现了。至于灾变纪元这个名词，身为专业人士的他并不陌生，这是第3季的代称。经过这段时间的复习，克莱恩甚至知道了第3季分为2个年代：光辉年代和灾难年代。第2块亵渎石板，奥黛丽没有掩饰的表示了疑问。他还未平复心情，彻底回归观众状态。问得好。克莱恩暗自为正义小姐喝了声彩。这是愚者身份不方便问的问题。阿尔杰瞄了眼愚者，见对方的姿势未曾改变，也没有出声阻止，于是想了下道：第1块亵渎石板出现于黑暗纪元，也就是我们人类在神灵庇佑下挣扎求生的第2季。第2块亵渎石板出现于第3季的末尾，甚至可以这么说，它的出现标志着灾难纪元的落幕。这2块亵渎石板的信息是7大教会严格保密的内容，我只知道一点，只知道他们都设计了神之途径，而他们彼此间有什么差别，我就不清楚了。罗塞尔大帝看的亵渎石板是第1还是第2块？奥黛丽好奇问道。听到这里，克莱恩回忆起了第1次聚会时阿尔杰对魔药名称的描述。他说序列魔药的名称都来自亵渎石板。同样的，队长也提过魔药体系的成型和完善有赖于亵渎石板的出世。这间接证明了神之途径就是序列途径。克莱恩对自己刚才的疑问做出了无声的回答。这时，倒吊人阿尔杰简单直接的说道。第2块奥黛丽眸光转进，重又进入观众状态，没再发生追问，只专注的看着倒吊人。这看得阿尔杰颇不自在，他忍着心里的情绪，嗓音低缓的继续说道：在第4季的所罗门王朝时期，安提戈努斯家族虽然也是显赫的贵族，但并没有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事迹，直到他们支持图铎帝国建立，才真正的站到了北大陆舞台的中央。那个时候，安提戈努斯、阿蒙、亚伯拉罕、雅各等古老的名字闪耀于人类的国度，但四皇之战后，图铎帝国的血皇帝陨落，他们跌下顶峰，被如今的7神所追杀。具体的过程我并不清楚，只知道安提戈努斯家族最终覆灭于了黑夜教会手中。愚者先生，您如果想知道更多，恐怕只能从黑夜教会那里得到了，或者接触那几个古老的隐秘组织。你知道我指的是哪几个？我不知道。克莱恩心里发苦的点了点头。密修会算一个，队长和老尼尔提过的摩斯苦修会算一个，心理炼金会不知道算不算。他默默盘点的时候，阿尔杰给出了最后的信息：安提戈努斯家族掌握了哪条序列途径？我同样不知道，只是相关的描述里有2个形容词反复出现，那就是诡异、可怕。诡异和可怕。想想那本笔记，想想原主和他同学和瑞尔、比伯母亲的遭遇，确实比较贴切。克莱恩另一只手的指头轻敲长桌边缘，连续好几下，接着他才低缓开口道：很好，这报酬我很满意。他现在之所以要反复用手指轻敲长桌，就是要强化这个动作，让正义和倒吊人相信自己有轻敲什么的习惯，以此遮掩灵视的开启与关闭。这是我的荣幸。阿尔杰没顺口提及别的事情。奥黛丽看了看倒吊人，又看了看愚者，浅笑道：那我问第2个问题了，观众的后续魔药分别叫什么？在哪里能找到线索？我也想这么直接的问，但不同的选择就要承受不同的难题。克莱恩没有开口，将目光投向了倒吊人。阿尔杰沉默了几秒道：这个问题我免费回答，因为是我引导你走上这条途径的。观众后续的序列8叫做读心者，序列7的古称是精神分析师，现在被描述为心理医生。
这是我从一位心理炼金会的成员那里知道的情况，我想他们应该拥有这个途径的不少魔药配方。心理炼金会通灵者代理对他们的一些理论相当赞同，而队长则认为是邪恶的、疯狂的。克莱恩若有所思的旁听着。你知道那位心理炼金会成员现在的下落吗？奥黛丽眼睛发亮的问道。无论读心者还是心理医生，都相当符合他的审美。阿尔杰难得的笑了一声。知道，他沉在苏尼亚岛附近，我亲手沉下去的。如果你想找心理炼金会，那我只能说声抱歉，线索断掉了。他并不担心正义会通过刚才的描述确定自己的身份，因为那件事情是他独自一人做的。奥黛丽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和什么语言来应对了。他吸了口气，突然保持不住观众状态，有点腼腆的说道：第3个问题，如果一只普通的动物喝了序列酒的魔药，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什么鬼问题？克莱恩撑着额头的手指不露痕迹的轻点了眉心2下。很快，他从颜色的变化看出奥黛丽的情绪有点慌乱，有点紧张，有点羞愧。难道他干出了类似的蠢事？克莱恩略显愕然，又感觉不算奇怪的想到，经过之前2次聚会，他确定正义小姐有这方面的基因。倒吊人阿尔杰明显也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普通的动物没有人类的头脑，没法第一时间学会冥想，所以大概率会当场死亡或者崩溃成怪物，但要是他们撑了过去，应该就能成为超凡生物。如果魔药能提高思维能力，他们甚至还会变得聪明。好的，奥黛丽无声吐了口气，语调放松地点头。我没有别的问题了。阿尔杰想了下，没提极光会和倾听者的事情，同样摇头道：我也没有。我有件事情。克莱恩姿势不变，含笑说道：这需要你们的配合。尚未关闭灵视的他立刻就发现倒吊人透出了明显的紧张，以前没心没肺的正义小姐也多了几分害怕和谨慎。不等他们开口，克莱恩安抚道：放心，一件小事，如果能够成功，对你们很有帮助，所以我不会额外再支付报酬。您讲，奥黛丽本能就进入了观众状态，但他怎么看都看不透愚者周围笼罩的浓郁灰雾。遵循您的意志。阿尔杰稳定下来，沉声说道。克莱恩手指轻动，微笑开口道：我之前说过要进行一些尝试，让你们能提前请假，不用担心周一下午处在不合时宜的场合怎么办，这正是我们希望的。奥黛丽的眉眼舒展了开来。阿尔杰思考了一下道：需要我们做什么？你们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尝试一个仪式魔法，不用太正式，有个不被人打扰的环境就行了。在祭台上摆放4根新蜡烛，分别位于4角，最好用有檀香味道的那种。在左上方蜡烛那里放一份白面包，在右上方蜡烛那里放一份费内波特面，左下方用海鲜饭，右下方用迪西馅饼。使用银质小刀制造一个密封的灵性环境。克莱恩描述出自己从转运仪式改版来的仪式魔法，并免费教导了正义小姐怎么制造灵性环境。老实说，因为指向的目标是自己，克莱恩相信前面部分，也就是引起对应存在兴趣并取悦他们的祭祀部分，可以直接省略，但他还是努力让这个流程看起来像是那么一回事。当然，并不符合老尼尔所言的神灵为2加自身为3。用月亮花、金薄荷、生棉花、金手柑和岩玫瑰混杂蒸馏，萃取成精油，往每根蜡烛滴上1滴。奥黛丽非常感兴趣的听着，记录着，末了问道：那皱纹呢？愚者先生，对应的皱纹呢？阿尔杰也停下手中的钢笔，跟着转头望向愚者。笼罩在灰白雾气里的克莱恩用手指轻敲着长桌边缘，平淡没有波澜的用赫密斯语回答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你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你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第61章古怪的符号。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奥黛丽、霍尔默念着这3段描述，心里陡然翻腾起了狂风巨浪，再也无法维持观众的状态。作为神秘学的爱好者，他在被拉入这片灰雾前，虽然没正式接触到非凡的力量，但与同号贵族私下聚会时，还是会交流各自掌握的不知真假的情况，会学习祭祀用的赫密斯文，会尝试一些别人口中的仪式。那些仪式无一例外都没有产生效果，可以让奥黛丽对格式化的皱纹有了一定了解，所以他很清楚愚者所言的3段式描述在其他仪式里代表着什么。那指向着7位俯视整个世界的神灵，他与绯红之主、隐秘之母、恶难与恐惧的女皇近乎等价。
愚者先生是格兰林特他们提到过的，未知的、隐秘的、强大如同神灵的存在，是仪式里必须小心规避的危险源泉。奥黛丽很快回想起了朋友们想尝试又不敢尝试某些古怪仪式时的感叹，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比他知道更多、了解更多的阿尔杰·威尔逊则发自内心的站立起来。如果愚者设计的仪式魔法真能指向他，让他接收到我们的请求，那就必须用它来尊称了。用这个形容神灵和类似存在的第三人称敬词，真是幸运啊，真是足够明智啊！我一直表现得很配合，没做一些愚蠢的事情。即使试探，也在正常范围内。他也许是哪位古老的、隐秘的、恐怖的存在，只不过没用原本的面貌和真正的名称出现于我们眼前。原初的魔女，隐秘的贤者，还是好几个神秘教派共同信仰的真实造物主。阿尔杰明白自己现在看到的愚者不一定就是他真实的形象，对方甚至不一定有性别，不一定是人形生物。克莱恩一手扶额，一手轻敲青铜长桌边缘，敏锐察觉到了倒吊人和正义的变化，但他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给出一切都在预料中的状态，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我祈求您的帮助，我祈求您的眷顾，我祈求您让我拥有一个好梦。深棉花啊，属于红月的草药，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金手柑啊，属于太阳的草药，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他一句句描述完属于另一种格式的皱纹，末了笑道：女士先生，记住了吗？啊！奥黛丽轻呼一下，连忙捂嘴，开始认真回想。靠着观众的强大记忆力，他很快便记录完毕，并出口重复，以求确认。阿尔杰则表现得比他正常很多，不管心里怎么想，手中的钢笔始终未曾停顿。克莱恩肯定了奥黛丽的记录后，微微一笑道：这个尝试如果成功，那下次就可以稍微修改皱纹，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最迟不超过周3。我希望你们能找空闲完成这个仪式。他打算周4晚上再次进入这里，确认仪式魔法是否有效果。之所以不让倒吊人和正义直接祈求缺席，是因为克莱恩担心这无法分辨他们是真的想请假，还是尝试仪式魔法的结果。到时候是拉还是不拉呢？遵循您的意志。奥黛丽和阿尔杰收敛情绪，躬身回答。按照倒吊人上次的提议，正式之后是闲聊阶段，谁先开始？克莱恩给出请的手势。奥黛丽沉吟了一下道：愚者先生，您上次给出的考试筛选、事务政务分离建议得到了不少议员的认同，也许它真有可能变成实际。当然，以王国政府的效率，方案最快也要半年后才有可能出现。他并不担心倒吊人会依据这件事情查到自己的身份，因为他只是偶然间随口的引导了2句，并让那些骄傲的夫人们以为是他们卓越的头脑发挥了作用，让他们迫不及待的去向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兄弟炫耀。那一刻，奥黛丽觉得自己看见了一只只开屏的金孔雀。她相信那些夫人们会不断的自我暗示，将这件事情的荣誉归于本身，并彻底遗忘自己的作用，互相争执是谁最先提出来的。而用这种巧妙的方式改变王国的局势，让奥黛丽有种奇怪的成就感，似乎找到了观众也能影响戏剧情节的方式。但愿如此。倒吊人阿尔杰语气嘲讽的回了一句。他停顿几秒，望了青铜长桌上手的愚者一眼，斟酌着语言道：最近几十年，各个隐秘组织的活动次数呈增长趋势，甚至出现了好几个新生的、成规模的、有一定非凡力量的组织。你是想从我这里打探出原因吗？我都还没开始接触非法组织的资料。克莱恩只是笑了笑，没有评论倒吊人的消息，转而模棱两可的说道：有些古老的力量在苏醒，比如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所代表的力量。是吗？阿尔杰低声自语，似乎想到了什么。克莱恩用目光扫过倒吊人，扫过正义，含笑说道：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分享，那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吧。遵循您的意志。奥黛丽和阿尔杰同时起身。克莱恩手指滑动，断掉了与深红星辰的联系，看着2道身影消失于巍峨大殿。他站了起来，转至本身高背椅，也就是青铜长桌最上手座位的背后，望向那里的星座符号。璀璨的星辰勾连出了一个古怪的符号，不在克莱恩目前神秘学知识范围内的符号。他仔细辨认一阵，从里面看出了象征隐秘的梧桐之眼，又看出了象征变化的扭曲之线，两者各自缺少了一部分，互相重叠着，形成了新的象征符号。不完整的隐秘，不完整的变化，加起来是什么意思？克莱恩皱眉低语，暂时想不出答案。他收回目光，
绕着恢宏古老的神殿行走，视线没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我当初就是那么随便一想，只给出了粗略的概念，根本没具体描述宫殿、长桌和椅子的形状。那他们的样子是依据什么而来的？最优化选择、初始范本或者现实映射？克莱恩看着看着，突地想到了以前忽略的一个问题。不得不说，作为一名键盘强者，我在很多事情上确实缺乏经验，不够敏锐，以至于后知后觉。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克莱恩在灰雾之上、神殿四周的区域认真做起了检查，但没有找到其他生物，也没有发现别的诡异。至于更远处的仿佛无边无际的虚幻地方，他暂时不敢深入，怕彻底迷失在那里。这里果然充满了神秘。等我更加强大，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克莱恩叹了口气，展开灵性，包裹自身，模拟出急速下坠的感觉。一切飞快流逝，各种幻影支离破碎。他穿透灰白雾气，看见了现实世界，看见了自己卧室内的书桌、窗帘和衣帽架。贝克兰德皇后区，奥黛丽看见了墙上挂着的油画，感受到了天鹅绒枕头的柔软。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认真回味了一遍今天的聚会，就像在看重新上演的戏剧。愚者先生说，尝试那个仪式的时候，给出神秘主宰、黄黑之王等描述性咒文时，他的语气有一定的自信。无声分析的奥黛丽突地吸了口气，身体隐有颤抖。算了，既然无法对抗，那就不去考虑。愚者先生一直表现的都很和善，应该是手续的存在。奥黛丽的心情飞快变好，想到了自己的扮演，想到了魔药反噬的微弱。他哼了段轻快的旋律，离开大床，向着门外行去，并主动调整状态，化身观众。打开房门，他看见了对面路过的女仆，看见了对方手上的老茧、脸上的晒斑，以及诸多类似的细节，这能让他推测出不少事情。就在这时，奥黛丽忽有感应，忙扭头望向了背离阳台的阴暗角落。他看见金毛大犬苏茜蹲在那里，静静地观察着自己，就像自己观察女仆。女神啊！奥黛丽嘴角一抽，好想掩住脸孔，长长叹息。苏尼亚海上被重重保护的船长室内，阿尔杰清醒过来，发现周围并没有任何变化，就像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一样。他叹了口气，于心中自语道：一位古老的存在吗？脱离仪式的克莱恩拉开窗帘，拿出笔记本，又一次开始了书写。他回忆着罗塞尔大帝几份日记的内容，通过这样的记录，加强着印象，免得将来出现遗忘。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可最终还是将默写出的笔记撕毁，烧了个干干净净。每周这么来一次，应该就不会忘记关键点了。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任务会越来越繁重。可惜啊，暂时没有别的好办法，我可没学过密码学。克莱恩收敛思绪，活动了下颈椎，打算出门去占卜俱乐部。占卜家在不同人心里有不同的标准，谁也无法说别人一定错误，所以克莱恩并不清楚什么样子的占卜家才最符合魔药的需求，只能通过一次次实践来校正，来确定。第62章占卜家的建议。出门之前，克莱恩抓紧时间，用小刷子和手帕一丝不苟地清理了正装和礼帽，然后换洗了白色衬衣，穿上他亚麻材质的同类与原先唯一体面的廉价外套，快步来到街上。先是梅丽莎的裙子，接着是班森的正装，最后才能考虑我的第二套。钱总是不够花啊，另外必须一件件积攒招待客人的釉瓷餐具了，而且还得为购买各种神秘学材料存钱。克莱恩坐到公共马车上，心算着家里的财政情况，越算越是摇头。他估计至少得1年才能让自己、让哥哥和妹妹过得像所谓的中产阶级。当然，这是没考虑升职加薪的情况。公共马车驶过一条条街道，停在了豪尔斯街占卜俱乐部的对面。克莱恩按住黑色非丝绸的半高礼帽，半跳半走地下车，沿着熟悉的道路进入位于2楼的俱乐部大门，看见了头发棕黄的漂亮女士安杰丽卡。她的眼圈有着残留的红肿，但整个人显得非常放松。克莱恩抬起手，轻敲了眉心2下，仔细审视了一番，发现安杰丽卡情绪颜色深处的浓浓灰暗消散了许多，且平添了几分阳光般的白亮。看完之后，克莱恩才走了过去，脱帽笑道：安杰丽卡女士，今天真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对吧？安杰丽卡抬起头来，短促的惊呼了一声，
旋即绽开笑容道：“你和凡森特先生的那只猫很像，走路都没有声音。您看得出来？呵呵，我忘记了，您是一位擅长看面相的占卜师。”他停顿了下，轻咬着嘴唇行了一礼：“谢谢您昨天给的建议，我感觉好多了。这1年来，我从没像现在这样放松、愉快以及满足。”听着对方诚挚的道谢，克莱恩也被感染了那份喜悦和快乐，嘴角上翘道：“能帮助到你是我的荣幸。”说话的同时，他只觉自身的灵性都轻松活泼了不少。这就是魔药想要的占卜家，能真切帮助到询问者的占卜家。克莱恩仿佛在思考般捏了捏眉心，悄然点了2下。不得不说，他已经在实践中发现，目前开启和关闭灵视的动作还是不够隐蔽，但问题在于，他短时间内也想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因为他才成为占卜家没多久，灵性还未增长到当前极限，本身的掌握也同样如此，所以必须是能有效刺激到灵性的位置，才能作为开关的媒介。而这样的部位并不多，眉心是相对优越的选择。等彻底消化了魔药，成为真正的占卜家，应该就可以设计更隐蔽的开关动作了。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头，往大门半开的会议室走去。咖啡还是红茶？安杰丽卡连忙问了一句。迪西咖啡。克莱恩抱着各种饮料都尝一尝的心态回答道。这时他看见会议室内有6、7名会员，但并不包括之前一直在这里的海纳斯·凡森特。凡森特先生没来。克莱恩停住脚步，随口问了一句。安杰丽卡怔了怔道：“凡森特先生并不会每天都来，他接受邀请去恩马特港一个占卜组织讲课了。您有事情找他？”“没有，只是好奇，毕竟我之前每次过来都能看见他。”克莱恩含笑摇头。与此同时，他发现那7名会员里有自己熟悉的面孔，为自己占卜过的格拉西斯。格拉西斯正戴着单片眼镜看桌上的资料，忽地察觉到有人在注视自己，于是抬起脑袋望向视线的原点。他脸上豁然浮现出明显的喜悦，双手一撑，站立起来，几步冲到了克莱恩面前。“下午好，莫雷蒂先生，我刚才一直在想，您今天会不会来听安杰丽卡说？您不是医生，而是一位擅长看面相的占卜师。”克莱恩笑笑道：“我并不只擅长这个，格拉西斯先生，你似乎已经彻底摆脱了疾病。”他捏了下额头，轻点眉心2次，发现格拉西斯的健康颜色都恢复到了正常。“是的，我当时真的非常后悔自己没听您的建议。还好我家附近有位非常厉害的药师，他给了我妻子相当神奇的药剂，这让我远离了死亡。”格拉西斯感慨道。作为职业者小队的准成员，克莱恩很有职业敏感性的反问道：“非常厉害的药师，相当神奇的药剂，神奇？多神奇？是否属于非凡的范畴了？”“他说是伦堡那边的一种民俗药剂，总之对我的病症有很大帮助。”格拉西斯没感觉异常的回答道。“民俗草药师？”克莱恩仿佛在思考般敲了敲眉心。“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你知道的，占卜师没办法保证自己不会生病，也许将来我还要去他那里购买药剂。”克莱恩通过导师和同学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现代医疗体系才刚刚成型，对很多疾病几乎没有办法，所以神奇的药剂和厉害的药师还大有市场，了解一下不会错，说不定以后就有需要的时候。”格拉西斯坦然回答道。“他叫罗森·达克威德，在东区弗拉德街18号有家小店，叫做罗森的民俗草药店。”“谢谢。”克莱恩默默记下，诚挚开口。格拉西斯转过身体，引他到自己旁边坐下。这时安杰丽卡也泡好咖啡，端了过来。比起南威尔咖啡，迪西咖啡的香味更加浓郁，但口感相对较差。克莱恩抿了一口，品味片刻。格拉西斯见他放下了白釉杯子，忙斟酌着语气道：“莫雷蒂先生，我能请您帮我占卜一次吗？我会按照您确定的价格支付报酬的8便是足够了，我不会临时提价的。”克莱恩正希望有人找自己占卜，需要到占卜房吗？“好的。”黄水晶房。格拉西斯比他更熟悉的率先过去，进了占卜房，反锁上木门。克莱恩坐到长桌之后，沉然问道：“格拉西斯先生，您想占卜什么事情？”“我有一个投资的机会，但牵涉的金额太多，如果失败，我和我的家庭都会遭遇沉重打击。我想占卜它是否能够顺利。”格拉西斯主动提到：“我自己用塔罗牌占卜过一次，是纯净心灵后的占卜，得到的结果还不错。”“是的，
是我自己做的解读。不过我并没有违反那些象征原则。克莱恩想了想，好奇说道，那你将事情具体描述一遍，再给出本身的信息，如果能有对方的就更好了。我们做星盘占卜。好，格拉西斯整理了一下语言道，莱尔乌斯先生在霍纳奇斯山脉考察时，发现了一处藏量丰富、品相很好的大型铁矿，他花光积蓄买下了那块地，并请专业的公司做了勘察，得出了让人鼓舞的结论，他缺乏后续的开发资金，于是成立了一家钢铁公司，打算用这个项目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同时发行一定比例的股票来募集初始资金。这个计划暂时还在私下筹备的阶段，给出的回报非常丰厚。最近常看报纸，又是历史专家的克莱恩知道这个世界有股票，更知道股票的概念源于罗塞尔大帝。又是他。在殖民南大陆的过程中，他建立西拜朗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向公众募集资金，顺利解决了财政上的问题，成功攫取到殖民利益的第一桶金。因为回报是丰厚的，从那以后，类似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比如铁路股票、矿山股票、蒸汽开发利用股票等等等等。这里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于是催生了贝克兰德证券交易所等组织。除此之外，罗塞尔大帝还弄出了国家债券、信托基金等东西，前者沿袭到今天，成为最稳定的投资方式，每年有 4%到6%的回报。克莱恩记得哥哥班森曾经说过，如果能继承3000磅的财产，那就不用再辛苦工作了，因为稳定的年金收益就有 5% 左右，大概150磅，略等于克莱恩目前的年薪。这就是所谓的实力阶层了。克莱恩暗叹一声，斟酌着问道，你确定这件事情没有问题？拉尔乌斯值得信任，我看过他的地产文书和勘探报告，上面有西维拉斯郡政府的印章和专业公司的背书，而且拉尔乌斯先生的办公室里还有他和德维尔爵士和市长先生的合影。格拉西斯点头回答，合影什么都代表不了。生在知识大爆炸时代的克莱恩见过太多类似的事情，并没有因此而信服。不过他信不信都没什么用处，只能拿起笔，根据格拉西斯提供的关键时间信息，绘制了对应星盘。良久之后，克莱恩指着星盘道，你自己应该也能看得出来，这件事情会很不顺利。表面的繁华之下是悬崖，是深渊，我的占卜意见是绕过它，避开它。格拉西斯陷入了沉默，嘴巴几次张开，又都重新合拢。过了几分钟，他才苦笑道，回家以后我会认真考虑的。听到这样的回答，克莱恩只能摇头暗叹，体会到了一位占卜家应该有的无奈。占卜家只能给出建议，无法替人决定。两人刚离开黄水晶房，安杰丽卡就走了过来道，莫雷蒂先生，有人找您占卜。说到这里，他小声补了一句，他没有让我推荐，也没有看图册，名声传出去了。克莱恩疑惑地转向了接待厅。第63章解梦。前行几步，克莱恩看到了来占卜的客人，他身穿黑色正装，手拿镶金木杖，头戴半高礼帽，金色的短发从边缘顽强露出，鼻尖微弯，仿佛老鹰的嘴喙。安娜的未婚夫，那位经历了可怕磨难的乔伊斯·迈尔，在梦境占卜中见过对方的克莱恩当即微笑开口道，下午好，迈尔先生。下午好，莫雷蒂先生。乔伊斯取下礼帽，弯腰行礼，感谢您对安娜的指点，他一直都在称赞您的神奇，几乎停不了嘴。克莱恩呵呵笑道，我什么也没有改变，该感谢的是你自己，没有坚韧的意志和对美好的向往，是无法战胜那些恶难的。客气之后，他忍不住在内心吐槽了一句，这算是商业互吹了吧。坦白的讲，我对自己能活着回来依旧感觉梦幻，依旧不敢相信自己能闯过那一场又一场的恶难。乔伊斯感慨摇头。不等克莱恩再说，他好奇问道，您刚才一看见我就知道了我是谁，是我的鼻子太有特点的原因，还是您提前占卜到了我的拜访？我有你的详细资料，对占卜家来说这就足够了。克莱恩故意含糊回答，摆出神棍的样子。乔伊斯果然被镇住了，10来秒后才堆出笑容道，莫雷蒂先生，我想请您占卜。话音刚落，他忽然察觉了一件事情，克莱恩·莫雷蒂先生自称占卜家，而不是占卜师、占卜者。好的，我们到黄水晶房。克莱恩做了个请的手势。这个时候，他莫名觉得自己该穿一身黑色长袍，话语尽量不要多，以体现占卜家的神秘。进了占卜房，乔伊斯·
迈尔主动反锁住木门，并观察了周围环境，而克莱恩趁这个机会，悄然捏了眉心2下，开启了灵视。乔伊斯坐了下来，靠好手杖，拉了拉黑色的领结，沉着嗓音道：“莫雷蒂先生，我想请您解梦解梦。”克莱恩保持着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状态，确认般反问了一句。他看见乔伊斯的健康颜色有不同程度的暗淡，但都还没达到疾病的程度，情绪颜色则以思考的蓝色为主，而他深暗的透处明显紧绷。乔伊斯郑重点头道：“从木须号抵达恩马特港开始，我每晚都在做同一个梦，梦里充满了恐惧。我知道，这或许是厄难留给我的阴影，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但我怀疑那不是正常的梦。正常的梦即使每晚重复，也肯定会有细节的不同，而这个梦，至少我记得的部分，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对占卜家而言，类似的梦都属于神灵给予的启示。”克莱恩半是宽慰半是解释的说道：“你能将梦境详细描述一遍吗？”乔伊斯握拳抵住嘴巴，沉思片刻道：“我梦见我从木须号上跌落，跌向海洋，那海洋是深红色的，如同腐朽的血液。在我坠落的时候，我被船上的人拉住了，我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只知道他的力气很大，而我也同样拉着一个人，试图避免他坠海的结局。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木须号的乘客尤尼斯。因为他的重量，因为他的挣扎，我再也无法承受，只能松开手，看着他哀嚎着坠入血色的海洋。就在这个时候，我上面的那位也松开了手，我挥舞着双臂，想要抓到什么，可什么都没有抓住，整个人开始急速坠落。在之后，我就会惊恐的醒来，背后和额头全都是汗水。”克莱恩手抵额头，轻轻敲动，做出思考的样子，接着组织了下语言道：“迈尔先生，单纯的噩梦，相似的噩梦，连续的噩梦，属于心理上的问题，有对应的根源，而同样的噩梦反复出现，则是你灵性对你的提醒，也是神灵给予的启示。”见乔伊斯流露出不解的神色，他深入解释道：“不要怀疑，普通人的灵性也会给予自身一定的提醒。我不知道木须号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但看得出来，它是一场以血与铁为主角的悲剧，给你留下了很深很深的阴影。”看到乔伊斯微微点头，克莱恩继续说明：“在船上时，你肯定很恐惧，你很害怕，而这种极端的情绪里，人类非常容易失去观察力，忽略许多不该忽略的细节。但这并不表示你没有看到他们，只是忽略了，明白吗？忽略了，在你的潜意识里，在你的灵性之中，被忽略的细节依旧存在。如果它指向的事情足够重要，那你的灵性就会提醒你。以梦境的方式，之前我记起忽略的感觉，发现那本笔记落在了瑞尔·比伯手里，就是同样的暗恋，只不过我更敏锐，灵性更强，神秘学知识更加丰富，所以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判断。”克莱恩停顿几秒，看着乔伊斯·迈尔的眼睛道：“是不是在船上祈求过你，但依旧没能逃脱宿命的结局？”乔伊斯不太自然地扭动了下身体，张了几次嘴才回答道：“是的，但我并不同情他。也许几天，也许1周以后，您就能从报纸上看到他是一个多么残忍、多么让人憎恨的恶棍。他强暴并杀害了至少3位女士，将一个婴儿丢入了狂暴海里，并领着一群失去理性的野兽，大肆屠杀乘客和船员。他是狡诈的、强壮的、邪恶的，我不敢也不能停手，那会葬送我的性命。我并不质疑你做的这件事情。”克莱恩先给出态度，然后才解释道：“只是你的梦境告诉我，你在后悔，在遗憾，认为自己不该松手。既然你认为杀掉他是一件正义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后悔和遗憾，以至于反复梦到松手的画面？”“我也不知道。”乔伊斯迷茫摇头。克莱恩双手交叉放在下颌位置，试探着解析道：“结合我刚才的描述，你是否在这件事情上忽略了什么？比如尤尼斯经提到的事情，哀求的内容，展现的姿态，等等等等。我无法代替你回忆，请你好好思考。”“没有。”他当时只来得及说一声饶过我，我投降。乔伊斯满是疑惑的自语道。克莱恩不知道具体的经过，只能结合梦境给予引导。那是否你认为尤尼斯经活下来更有用，能证明一些事情，能解释一些事情？乔伊斯一下皱起了眉头，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也许。我始终觉得木须号上的冲突来得太突然，发展的太激烈，就像所有人心里潜藏的恶欲一下就不受控制的爆发出来。这不正常，非常不正常。也许我想审问尤尼斯，问他最初是为了什么，才会做出恶魔附身一样的事情。”听着乔伊斯宛如梦呓的描述，克莱恩结合梦境
思绪豁然开朗，用神棍特有的语气道：“不只是这样，什么？”乔伊斯仿佛吓了一跳。克莱恩双手交叉，靠住下巴，目光沉然地盯着乔伊斯的眼睛，语气低缓却有力地说道：“你不只认为这件事情不正常，你还看到了一些被你忽略的事情，而这些被忽略的事情串联起来，可以推导出一个可怕的结论。于是，你的灵性告诉你，有个人具备很大的嫌疑，也就是梦里拉住你，但最终放开了手的那位。你下意识不去怀疑他，所以看不见他的样子。他是你的同伴，他曾经主宰过你的生死，或者说救过你。”乔伊斯或然后靠撞的椅背发出闷响，他额头慢慢泌出汗水，眼神里充满混乱。我看见了。哐当，乔伊斯猛地站起，让高贝椅摇摇晃晃，险些倒下。特里斯先生，他用尽全身力气般说出了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圆脸的、和蔼的、腼腆的男孩，那是拯救了幸存者的英雄。克莱恩没去打扰对方，向后微靠，静静等待。乔伊斯的脸色变换了几下，最终恢复了正常，带着点苍白的正常。他露出一抹苦笑道：“我明白了，谢谢您的解梦。或许我得去趟警察局了。”他拿出皮夹，取了一苏勒的纸币。我不认为金钱能体现您的价值，只能按照您确定的价格给予。这是您的报酬。乔伊斯将纸币推给了克莱恩。你直接给10磅，我也不介意的。一苏勒，你和你未婚妻还真像啊。克莱恩保持着神棍的风采，什么也没说，含笑按住了钞票。乔伊斯吸了口气，戴上礼帽，转身走向门口。解除反锁时，他忽地回头诚恳说道：“谢谢您，莫雷蒂大师。”克莱恩暗笑一声，目送着对方离开占卜房，无声自语了一句。木须号上似乎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如果队长在就好了，他能从乔伊斯·迈尔的梦里弄清楚全部经过。周二清晨，贝克兰德皇后区，提前起床的奥黛丽找来金毛大犬苏茜，一本正经地说道：“苏茜，你也是非凡者了，我们是同类。呸，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更好的互相帮助。你等下守住门，不让任何人打扰到我。我要进行一个仪式。”苏茜看着主人，无奈地摇了下尾巴。第64章教唆者吩咐完金毛大犬苏茜，奥黛丽来回踱了几步，似乎还不够放心，因为她也不清楚今天的仪式魔法会不会出现奇怪的事情。这样吧，他眼神转进，用旁观者的态度审视了预想的过程，很快有了新的安排。奥黛丽反锁上卧室的房门，对金毛大狗道：“苏茜，你蹲在这里，如果安妮他们想强行进入，就立刻到浴室通知我。为了防备一些意外，他的贴身女仆拥有能解除反锁的钥匙。”苏茜目光悠悠地看了他一眼，摇了3下尾巴。很好，我会任由你挑选今天的午餐。奥黛丽握起拳头，轻轻晃动。叮嘱完毕，他进入浴室，看见长宽都有3-4米的正方形浴缸内早有清水微荡，白气弥漫，幻雾熏人。奥黛丽将原本摆满瓶瓶罐罐的一张长方形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回到外间，把蜡烛、祭品和白色长袍等物搬了进来。紧跟着，他合拢了浴室的门。做完这一切，奥黛丽松了口气，从4根蜡烛旁边拿起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浅蓝色半透明瓶子。这个瓶子呈圆柱形，在灯光下闪烁着梦幻的光泽，里面正是他昨天蒸馏萃取出的仪式精油。作为一名神秘学爱好者，他没少研究类似的东西，家里有着许多自己制作的纯露、花精、香膏、精油和熏香，因此很快就按照愚者的描述做好了前期准备。月亮花、金薄荷、生棉花、金手柑和岩玫瑰，奇怪的配方。奥黛丽小声嘀咕道：“仪式魔法前都得清洁身体，宁静心灵，这是对神灵祈求对象的尊崇。”回想了一遍流程，他将仪式精油放到浴缸边缘，伸手解起了轻便居家的衣物，一件件丝织物飘落于换洗筐内。奥黛丽盘起长发，先用手试了下水温，然后脚尖微点，小心翼翼迈入，将身体沉进了温暖的怀抱。呼，他舒服地吐了口气，只觉浑身暖洋洋的，异常放松，真是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啊。奥黛丽强行打起精神，抓住旁边的浅蓝色半透明小瓶，将仪式精油滴了几滴进水里，一阵芬芳外散，宁静里暗藏馨香。奥黛丽吸了几口，满意的点了下头。不错，很好闻，真是让人放松啊，好舒服。
一点也不想动，真希望就这样安安静静躺着，安安静静，安安静静，安静静。不知过了多久，奥黛丽忽地听见了汪汪汪的狗叫，她豁然睁开眼睛，迷茫的左右看了看，发现苏倩不知什么时候已开门进来，蹲在浴缸外面，眼神相当的无奈。揉了揉眼角，奥黛丽感觉水温降低了不少。我睡着了，她下意识问了一句。苏倩看着她，没有汪汪汪叫，也没有摇尾巴。哈哈，那瓶仪式精油的效果真好，真好。奥黛丽干笑两声，语气欢快的解释道。她站了起来，取过浴巾，边包裹间擦拭身体，边对金毛大犬道：苏倩，继续守着，不让安妮他们进来。等到金毛大狗离开，她悄然吐了下舌头，丢掉浴巾，直接套上了那件干净的白色长袍。关上浴室的门，奥黛丽认真回想了一遍自己记录的仪式。她拿起4根蜡烛，将它们分别摆放到了桌子的4个角落，左上方白面包，右上方费内波特面，好香啊，就是有点凉了。不是该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左下方海鲜饭，右下方迪西馅饼。奥黛丽按照愚者的描述认真布置起了祭台，期间摇了2次头。做好准备，她依次点燃4根蜡烛，拿起银质小刀，将它插入了那叠粗盐内。诵念完赫密斯语的圣化咒文，奥黛丽提出那把有华丽花纹的小刀，将它放进了盛有清水的杯子。积蓄好精神，她抽离这把银质圣刃，冥想着灵性蔓延自刀尖喷薄而出的场景。无形的力量外涌，奥黛丽拿着小刀绕祭台转了一圈，只觉周围确实树立起了灵性的墙壁，将所有的不洁、所有的干扰都排除在外。他维持住观众的状态，不让心里的激动和雀跃影响到仪式。放下银质小刀，他拿起浅蓝色的金银小瓶，往每根蜡烛滴了一滴，淡薄的香气接连弥漫。奥黛丽的身心灵都仿佛获得了安静，他暗自吸了口气，尊崇的低下头，用赫密斯语诵念起了正式咒文。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你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你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我祈求您的帮助，我祈求您的眷顾，我祈求您让我拥有一个好梦。深棉花啊，属于红月的草药，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咒文。金手柑啊，属于太阳的草药，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咒文。奥黛丽刚诵念完咒文，打算冥想祈求的内容，就感觉密封的灵性之墙内有风在刮动，就看见手背那深红的星辰在流转。他心头一跳，忙半闭上眼睛，静心勾勒，诚意请求。等到一切结束，他略感疑惑的环顾四周，没发现其他的古怪现象。这样就行了。奥黛丽微皱眉头，低语了一句：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幽兰复仇者号的船长室内，一身风暴长袍的阿尔杰·威尔逊无声默念着下午听到的那3段描述，似乎想从里面找出对方身份的线索。他摇了摇头，略显烦躁的起身，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对于幽兰复仇者这艘土夺王朝遗留下来的古老船只，阿尔杰并不太放心，虽然他本身已掌握了他的控制权，但总有一种直觉告诉他，这艘船还藏着很多秘密，就如同那位血皇帝一样。所以他会利用这艘船来试探愚者的能力，却不会在船上尝试未知的仪式魔法。阿尔杰沉思几分钟，离开船长室，来到甲板上，对那寥寥几位船员道：我们即将抵达罗斯德群岛，会在那里停留1天。船员们顿时欢呼了起来，高声喊道：感谢主教大人，因为幽灵船不需要水手，船员很少，所以他们从来不担心补给，每天都能享用到保鲜的食物和清水。但日复一日的航行和几乎不会改变的景色，还是让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感觉疲惫，仿佛总是在压抑着什么，忍耐着什么，直到再也控制不住。而罗斯德群岛是苏尼亚海上有名的殖民点，商业发达，各种行业都有。我简直不想等待了。一位水手耸了耸腰部，给出男人都懂的嘿嘿笑声。前往佐特兰街的公共马车上，正悠闲看着报纸的克莱恩忽然怔住，似乎听见了一道道虚幻的呼喊，那无形的耳语回荡在他的脑海内，让他额头一跳一跳，难以控制。这听不清楚内容的呼唤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是10来秒的功夫便消失无踪。克莱恩捏住额头，对抗着来自大脑深处般的抽痛。老尼尔说的莫名存在低语，灵感太高的原因，一个个想法闪现，
克莱恩突地看见右手手背的4个黑点，不知什么时候凸显了出来，它们像是天生的细致，非常的不显眼。这源于转运仪式的4个黑点很快沉淀，由深转淡，消失不见。克莱恩怔怔望着他，对刚才的遭遇多了一个猜测。正义或者倒吊人尝试了我给予的仪式魔法，我的思路真的对了。那3段描述确实能通过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精准的指向我，但我还远不够强大，根本听不清楚祈求的内容，不知道灰雾之上有没有消息留存。今晚进入，确认一下。克莱恩有些忐忑，又有些激动，忙竖起报纸，遮住脸庞，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表情变化。很快，他抵达佐特兰街，进入了黑金级安保公司，还未来得及和罗珊打招呼，克莱恩就看见队长邓恩·史密斯出来，手里拿着一张配有画像的纸张。你也看下这张内部通缉令。一位非常凶恶和残忍的非凡者进入了廷根，身穿黑色风衣，没戴帽子的邓恩扫了这边一眼，顺手将那张纸递了过来。克莱恩接过一看，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素描画像，画像的主人有张圆圆的脸蛋，气质亲和里带着点腼腆，年龄不算太多，也就18、19岁的样子。特里斯，疑似非凡者，初步评估为序列8教唆者，不排除来自灵之会的可能。木序号惨案的制造者，有目击者证明，他离开恩马特港后来到了廷根，目前下落不明。特里斯，木序号，竟然是非凡者作案。克莱恩豁然想起了昨天下午的解梦，想起了乔伊斯·迈尔的描述，于是立刻说道：队长，我认识一位当事人，他可能是相当重要的证人。我知道乔伊斯·迈尔嘛，我昨晚被机械之星小队请过去帮了下忙，在乔伊斯的梦里看见了你，也从很多细节确认特里斯一手制造了木序号惨案。邓恩辉眸吴波轻笑了一声，真是无趣啊，队长。还好我昨天是休息日，不是上班期间扮演占卜家。克莱恩腹诽一句，有种差点被顶头上司逮到摸鱼的恐惧。他转而问道：教唆者是哪条序列途径的？灵之会又是什么组织？教唆别人互相残杀是特里斯消除魔药隐患的办法，还是晋升的需要？邓恩想了几秒道：刚好，你是时候接触非凡者和隐秘组织的相关资料了。不要总是被老尼尔指使着看历史文献，队长。你招我进来的理由不就是想要个历史专家吗？克莱恩没敢指出问题，认真点头道：好的。第65章非凡者资料。拿着邓恩签字的文书，克莱恩来到地底，拐入了武器库。邓恩说的没错，你是时候了解不同非凡者和各种隐秘组织的事情了。身穿黑色古典长袍的老尼尔看到纸条，并没有觉得诧异，反倒认真附和了一句。紧接着他笑眯眯补充道：毕竟你明天晚上要和我一块去地下交易市场。明天晚上？克莱恩没掩饰自己的惊喜，确认般反问道。老尼尔点了下头，感叹道：我是一个有债务就无法安心睡觉的人，总是希望能尽快还掉。之前你怎么不是这种表现，非得拖到最后关头才用仪式魔法解决？原来有拖延症的不止我一个啊！等等，有必要把怕忍不住将还债的钱用掉说的这么委婉吗？克莱恩没有揭穿老尼尔，转而催促道：尼尔先生，麻烦你去查尼斯门后帮我取出对应的资料。武器库这边更多是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涉及非凡者和隐秘组织的有，但并不多，且都属于基础性常识。老尼尔慢悠悠喝了口手工咖啡，吧嗒了下嘴唇，然后才拿起有签名和印章的文件，走出了武器库。克莱恩则代替他看守着这里。过了10来分钟，黑袍古典的老尼尔拿着一大叠资料返回，只能在这里阅读，不可以带走。他边将资料放在桌上，边叮嘱了一句：好的。克莱恩重重点头，伸出双手，飞快地翻动起纸张，先做整体性浏览。很详细嘛，不愧是职业者的内部资料，不愧是有3、4千年甚至更久历史的教会。克莱恩的目光粗略一扫，内心感慨有声。资料里面不仅有各种隐秘组织的介绍，还列出了许多序列途径，有的很完善，有的只书写了对应序列的魔药名称，有的仅描述了该序列的非凡者表现，有的则完全缺失，用空白代替。按捺住激动，克莱恩寻找起占卜家代表的那条序列途径。哗啦的纸张翻动声里，他很快看见了熟悉的单词。然而他欣喜的表情迅速凝固在了脸上，因为占卜家后面的序列8和序列7都没有对应魔药的名称。还好，至少有这2个序列的非凡者表现。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
缓和了下心情，认真阅读起那些描述。序列8，魔药名称未知，对应非凡者擅长技巧性的格斗，而且都很狡诈，擅长技巧性的格斗。这是占卜家的进阶，怎么感觉怪怪的？我又不是猎人，难道要成为肉搏型的法师？狡诈是什么意思？智力提高，擅长蒙蔽人。克莱恩看得一愣一愣，甚至怀疑职业者的资料出现了错误。后面是相应的案例，他反复看了几遍，但最终还是没找到合理的解释。目光下移，序列7的描述映入了他的瞳孔。魔药名称未知，对应非凡者掌握了许多能快速施展的法术，将本身技巧和超自然力量结合在了一起，这才对嘛？这才像是占卜家的进阶。克莱恩松了口气，暗自感叹了一句。看完序列7的案例，他将目光移到了这条途径的总结性描述上。这条序列途径最早成型于所罗门帝国的查拉图家族，在第4季的纷争里，该家族并未被完全毁灭。第5季的历史里，偶尔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名字，疑似与古老组织密修会有一定联系。查拉图，看到这个名字，克莱恩的目光豁然内缩。他昨天下午得到的罗塞尔大帝残余日记里曾出现这个名字。罗塞尔的扮演法正是源于一位神秘人物查拉图的提醒，因为那位神秘的查拉图，罗塞尔大帝才后悔没选占卜家，所以间接影响到我，让我成为占卜家，让扮演法回到了占卜家的怀抱，真是有点宿命的味道啊。克莱恩皱起眉头，觉得事情似乎多了些不一样的感觉。光看逻辑链条，他认为所有环节都没什么问题，但在神秘学领域，类似的宿命感往往会昭示一些东西，会牵涉到一些问题，再加上穿越这件事情的莫名其妙感，简直扑朔迷离啊！而且我附身的家伙，就是因为密修会遗失的笔记才自杀的。克莱恩想了半天，有非常多的猜测，但都缺乏更多的信息来证明。反复阅读这部分资料好几遍的他，最终还是只能按下想法，看起别的记载。他先找到了水手序列，发现他果然属于风暴之主。对于这种可能不止2、3千年的老对手，职业者的内部资料记录的相当详细。序列8，暴怒之名，古称风暴守卫，当对应非凡者愤怒的时候，能爆发超越正常许多的攻击，无论力量还是速度都会获得极大提升。面对他们，就像在面对一场风暴。序列7，航海家，古称风暴牧师，对应的非凡者也是天文地理的学者，他们对磁场、对洋流、对风向、对云朵都有着直觉的把握。有航海家的船只从来不会在大海上迷路，他们是海洋的更高品阶卷者，他们在大海之上会获得全方位的提升。他们是水的朋友，能在水下自由活动超过半个小时，他们能有限度施展一些与水相关的法术，这有的来自本身的掌握，有的源于风暴之主的恩赐。比如序列7航海家很强啊。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他怀疑倒吊人不是风暴守卫就是航海家，从对方刚晋升这点来看，后者的可能很大。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倒吊人不是带法者成员，就是被风暴教会暗中吸纳的海盗。厉害厉害！克莱恩往回翻了几页，找到了观众的进阶，发现与倒吊人的描述完全一致。序列9的观众和占卜家一样，缺乏直接的克敌手段，只能通过观察目标获得的信息，把握到对方的真实想法，从而巧妙影响，暗中引导，让事情往本身希望的方向发展。序列8的读心者是观众的全面提升，他的观察不再仅限于表面细节，而是深入到气场、以太体等神秘领域，两者的结合让读心者能异常准确地掌握人心，似乎可以读到对方的念头。在他的面前很难有秘密。序列7的心理医生，也就是精神分析师，在前面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开始能直接影响目标，比如治疗对方的狂乱等问题，或是让对方变得狂乱、丧失理智，很难被别人发现的非凡者。看完上述资料，克莱恩做出了肯定的判断。了解过聚会成员的有关事情，他又翻到了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因为罗塞尔大帝选的是属于他们的通识者序列。序列9通识者，对应的非凡者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对神秘学有粗略的了解，对王水、硝酸甘油和复杂的齿轮装置等更加精通。他们似乎什么都懂，难怪罗塞尔大帝说这份魔药很适合他，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他的优势。克莱恩彻底恍然，目光随之下移。几个案例的描述后，
对应序列8浮现于了克莱恩眼中。考古学家拥有足够的历史知识、野外生存知识以及遗迹相关的禁忌知识，有足够强壮的体魄和能力来面对这一切。序列7鉴定师能直觉地把握到大部分超凡物品的能力和问题，能尽量规避危险地使用它们。因为克莱恩的保密等级不够，涉及序列途径的资料都只到7，让他心痒痒的又找不到别的办法，只能希望贝克兰德那边尽快将封印物2049送来，确认瑞尔·比伯是不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的后裔。那样一来，他就有希望成为正式队员，获得更高的保密等级。收敛好心情，克莱恩从头到尾的仔细阅读起资料，知道了收尸人的后续是掘墓人，是通灵者，知道了窥密人的序列8缺少，不仅没有名称，连相应的描述也空白。倒是序列7的记载里有着魔药的名称，巫师，挺厉害的样子嘛。克莱恩缓慢翻页，看到了罗塞尔大帝念念不忘的学徒和偷盗者，他们相关的记载只到序列8，后续缺失。序列9学徒能力颇为奇怪，只能确定是一个法师流派的出使，他们很少被困住，也很难被阻隔，总是有办法逃脱和通过。序列8戏法大师掌握着各种各样奇怪但不强力的法术。序列9偷盗者很难将这些非凡者和普通的盗贼、小偷区分开来，也许他们在手段上会更加厉害，而他们偷盗财物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也不是为了生存，更像是在履行一个使命。序列8诈骗师在一些诈骗案里，我们发现了非凡者的痕迹，他们以欺诈别人为乐，以欺诈为乐，这是潜移默化的改变型扮演吗？如果有的选，或许我会挑学徒。克莱恩默默道了一句，忽然发现了墓穴号惨案的制造者特里斯的序列魔药名称，教唆者。